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其实是8月12号，也就是周一出现在杭州。出了什么事儿呢？很多短视频显示，杭州的快递员因为一个快递员受到不公的待遇，很多快递员现在走上街头在抗议，而且发生了一些跟警察的冲突。先说一下最初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看到一些画面显示的呢，是有一个纤瘦的快递骑手，穿着应该是美团的那种黄色的快递服，跪在地上。他身边呢有一个保安样子或者物业管理人员样子的人。这个画面出来以后呢，更多的视频流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微博上、微信上，包括很多微博上被删掉的视频传到了 Twitter 上，都显示呢是现在过去的这一天里，在杭州有大量的快递送货员，我们叫做快递骑手、外卖骑手，在抗议。目前知道的信息是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来自微博微信上传的一些最初的文字，这些文字画面截图显示呢，说最初的事情是杭州的一个19岁的大学生快递员，还是个兼职的，而且还是个女生，说到一个小区去送快递，然后呢因为要穿过一个草坪，就把车放在边上了，就穿过草坪，可能在穿草坪的过程中踩到了隔离栏，还是踩到了什么，然后就被这个小区的保安给摁下来了。一个是呢，把他的车钥匙拔走了，说必须要罚200块钱，要不然就扣掉车。而且呢，说要让这姑娘、让这快递员下跪道歉。但是这快递员呢，据说是还有单子在手机上，说怕被投诉，所以就下了跪。大量的快递员呢被这样完全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整个被这种大家都非常可以共情的遭遇激怒，所以就聚集在一起，要求物业公司道歉。更多的画面现在我们无法核实我们不在杭州，也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能看到非常多的快递员聚在一起，警察试图维持秩序，然后有画面显示，警察还把像管理者模样的人快速带离场地。sorry。我们试图整理了一下，现在从官方报纸，现在唯一能有报道的就是第一财经。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官方媒体的表述说的是8月12号有关于杭州西溪世纪中心物业保安与外卖骑手冲突一事引发关注。网传照片中，一名骑手跪在路边，有网友描述事件经过为女骑手送外卖，但是河边没有道路到目的地，于是外卖员把车停下来，从绿化带中过去，出来的时候踩到了围栏。物业看到围栏倒了，将其电动车钥匙拔下，并表示要罚款200元。外卖员因为手上还有订单，因为着急下跪。该事件引发附近外卖员不满，多名外卖员在该小区物业处要求物业道歉。当地派出所正在处理这一事件。第一财经查询发现，美团已经暂停西溪世纪中心附近的外卖服务。同时，饿了么平台上定位在西溪世纪中心后，也显示无法提供配送服务。第一财经呢，这篇报道
给的消息跟网上的消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一手的在地的调查和更多的事实核查。所以正在我们不断收集这些视频的时候呢，杭州警方出了公告，又确认了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证明有冲突，而且是外卖员因为一个外卖员被要求下跪而引发的抗议。可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警方的表达哈，明显的感觉是想压这个事情的这个特征，冲突特征。怎么说的呢？他说的是8月12日中午，某外卖平台一男性外卖骑手王某某在我区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后引发现场人员聚集。属地派出所接警后立即出警赴现场处置，对涉事人员依法展开调查，后续将依据调查情况依法处理。而且这段声明呢，还表示警方呼吁大家遇事保持冷静，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看了一下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在哪儿？第一，警方的通告里面专门强调了这个快递员是男性。第二呢，这个态度感觉是外卖员自己主动下跪，这个跟现在网络上传的一个是女快递员，一个是被园区保安要求下跪明显不同。其中的含义在哪儿呢？我分析一下，不确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采访杭州警方。杭州警方最担心的呢，还是激发更大的民愤，因为这些事实太容易激发民愤了。那么热的天儿，一个19岁的兼职的大学生，还是个女孩，被要求跪下。我们现在先不说是男孩还是女孩，也先不说到底整个这个事件接下来要怎么发酵，说一说中国快递员的苦难这件事情，也顺便说一说为什么最近这个《逆行人生》这部片子，徐峥主演的、徐峥导演的这部片子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有钱人花时间演穷人，穷人花钱看有钱人演自己，这就是徐峥自导自演的新电影《逆行人生》。电影还没有上映，骑手圈已经无法冷静。你会花钱看有钱人演自己吗？电影讲述徐峥经历变故，改行送外卖，依旧充满希望，重新出发的故事。然而，现实中的外卖员真的是充满希望吗？你可能不知道，一个资深的外卖员基本不会笑的，因为上扬的嘴角已经被生活压弯了。送了一天的外卖，挣了点窝囊费，还要花钱买电影票，去看看自己这一天的窝囊费到底是怎么挣的。你是演的，而我却是真的。我想问一下徐峥，你送外卖等红灯吗？电瓶车被扣过吗？订单超时过吗？你演完电影以后又回归到了有钱人的生活，我看完电影以后又回归到了穷人的生活。这里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快递员的人生。其实说白了吧，快递员这个职业成了这些年中国城镇失业者唯一最后的选择。因为快递公司的招聘和收入机制，很多人诟病的呢，现在是所谓逼死人的算法。大家都知道，这个算法就是要让快递员无端的不停的快，你越快你就越激活这个算法的优化，就让你在这个区域送单的速度必须越快，就变成了自己在跟自己赛跑，自己在跟同行赛跑。这样一个被人诟病的逼死人的算法怎么会出现？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它？虽然出了那么多的媒体的文章，分析算法这个层面的文章非常多，因为快递公司要逐利，他们要追求利益，所以他在保证了保护这个下载 app 的这些买东西的人，就所谓消费者的利益的同时，他就要挤压快递员的利益，他自己还要挣钱呢，就这么简单。同时他也挤压这些给餐的这些小商贩的利益。可是为什么能又逼死人的算法，又疯狂的逐利，而不断的可以往下压榨呢？因为这样的逐利和压榨最容易。但这些年呢，我们也看到官方不停的在鼓励大家就业，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出来，
说某某某快递员又挣了多少钱，某某某快递员因为自己疯狂的勤奋的工作，笑容满面的正向的非常有正能量的工作，他挣了多少钱。其实用来掩盖的是什么？人人都知道的是这些年的经济下行，增速放缓，甚至就业状况很糟糕。实际的情况是有大量的大学生最后加入了快递员的行列，而这样的故事官方媒体是不敢随便报的。大家还在讲快递员的勤奋、个人奋斗，在这个层面上，快递员的苦难从来都是被遮掩和消费的。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也让大家很愤怒，说的是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但最后也没有定论这个是真是假的。但有其他的快递同行给他算了个时间，说根本不可能，说他跑断腿不睡觉不吃不休息也不可能。当然也有说可能是在疫情期间呢，因为点单难，很多人不敢跑单，所以才去的。当然更多人呢说是平台造的新闻吸引更多人去送外卖。不管所有这些猜测怎么样，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所有的官方媒体当时都在大力的传播这条新闻。那这些官媒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是在遮掩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的减速，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大家说的让所有的人都挣到钱，还有就是这种缺乏真正的劳工保障，真正的法治的保障，又没有透明的公共讨论，所以个人的苦难从来都是不可以被正面的分析和解决的。刚才这个外贸小哥自己还说，就在官方媒体的宣传里还说他那几个月每天工作18个小时，只睡3个小时。我又要问了，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方式吗？这人为什么要这样劳动？这简直不是苦难，这已经是毫无人权。但人权这些词眼在我们的宣传里能谈吗？在媒体里能讲吗？在电影里能陈述吗？其实呢，很多行业都很辛苦，但外卖是最令人共情的行业，而这种普通劳动者，每一个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这些真正的现实苦难，这些年的不管是电影也好，媒体也好，基本上是没有分析的，没有反思的，更没有追责，所以也不可能解决。说完了这种无良的算法和外卖公司的快递公司的这种压榨，会有很多人说，你们这些快递员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别忍了，反抗吧。经常也会有人说，你们怎么这么屈辱不反抗？但实际的情况就是，在中国现在针对这样的个人权利的反抗，或者想抵抗算法的独裁，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前几年一个案子，陈国江当年呢，2021年左右的时间呢，他成立了一个微信群，叫做外送江湖骑士联盟，他自称是盟主。然后这个陈国江呢，他其实是在北京当外卖员，然后呢，在网上就批评送外卖的平台要求各种不合理，外卖员根本没办法满足这些要求。然后他还在网上发了很多为外卖员维权的片子，组织外送骑士的聚会，甚至他还在一个节目里说我们想要的就是被公平公正的对待，但是呢，没有申诉的渠道，平台控制了一切，罚不罚款都是平台说了算。而且2021年2月18号的时候呢，陈国江在网上曝光了饿了么平台对外卖员春节期间奖励有欺骗的嫌疑，结果7月25号北京警方就把陈国江带走了。后来3月17号他们家里人就收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说陈国江涉嫌寻衅滋事，把他给抓了。但把他抓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陈国江个人和家人也都很低调。我们知道的最新情况是2022年1月3号呢，他在微信影音号发了一段短视频，镜头招了招手，说我还好，你们好吗？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看来他是获释了，但是从此就低调了，再不说话了。虽然这种劳工维权难、劳工对抗会被抓起来的情况呢，并不仅仅在中国有，但是呢，在中国我们都知道的是，劳工
完全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结社自由，没有任何可以被法律保障的维权的手段。自主维权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一旦维权，一旦不管是你在网上说点什么，或者上街说点什么，最后都会变成维稳，甚至司法惩治的对象。所以呢，因为这种民间社会力量和自我维权的力量的这种结构非常非常的薄弱，大家也就忍了，普通人就是忍了，就觉得能忍则忍，不就是花钱消灾吗？所以这才让这种劳工冲突或者个人维权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第3点我要说了，这样说起来就要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外卖公司上吗？也不是。其实客观的说，中国过去这些年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非常蓬勃，很多互联网公司有资本、有算法、有非常有创造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制造了非常好的一些行业。外卖快递行业确实在中国发展的很好，它把中国这个劳动力密集廉价劳动力的这种经济模式发展到了极致。其实在美国大家都很羡慕很怀念的就是有低廉的淘宝，有最快捷的投递。可是要是反向想一下，中国所有的人能够享受这种低廉的快递和便捷的投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劳动力太便宜了，因为没有人为这些便宜的劳力说一句话。这个模式是要反思的，所以很多人现在把板子打在外卖平台上，批评算法。应不应该批评？应该。因为资本家如果他在用各种法律的制度的控制，他在剥削普通人剥削他的员工的话，当然要批评。可是批评不应该只停留在批评资本、批评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样就马上会进入下一个危险，就是现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仇富，一个是底层的民粹式的讨论，最后把资本家拎出来，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让以挣钱为目的的资本家老板天天做善事。老板们说了，企业也要养员工，企业也要扩大收入，企业也要满足消费者的省钱的动机。所以解决方案在哪儿？出现让所有人能够参与，获得一个平等讨论、平等妥协的一个制度。而这种平等讨论可以开放性来谈苦难，谈资本的问题，谈权力的缺失的机制没有，这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劳工状况为什么这么悲惨？第一个原因，中国没有工会。虽然表面上说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官方部门，而真正的工会是干嘛的？工会是要让工人的自治组织，让他们可以跟资本家、跟企业、跟受雇者谈判的时候，因为工人的联合集体的力量，他们有罢工的自由，有谈判的自由，有跟企业和权力说不的自由，所以工会才有这个谈判的力量，才能保证工会成员在具体出现劳资纠纷或者这些悲惨境遇的时候，他们能获得更好的保障。这些东西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是外宾思维，在中国能有吗？中国不可能有结社自由，更不可能有劳工自己的自治维权组织。维权一词都成了敏感词，也就不存在工会帮助工人去跟资方谈判维权。一般来说，中国最后所有的劳资谈判和这种维权事件都最后转化成了维稳事件。但一般一个事情一到这儿了，就没有然后了，就不会再去讨论工人的哪些权利因为制度上的哪些纰漏而没有得到保护，也不会去讨论到底企业有什么问题，企业应该如何更好的在法律层面承担他们的责任，因为这些劳工权利的保护法就不存在。最后就变成了企业要想办法花钱消灾，或者企业要去找自己的关系去
说服政府放他们一马。如果一旦一个事情变成了司法事件，就进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独立的司法程序下面，弱者能不能得到自己的权利保护？如果司法是独立的，就有可能。但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司法经常是在权权交易的情况下倾向有权利、有资源的一方。若是在司法权益层面是很难无成本的或者低成本的获得他们的正义的。而且经常的这些快递员说了，我们哪有钱找律师，哪有时间跟资本家打官司呢？所以一般触到这种权益被损害的事情，也就赔点钱或者就算了，就吃哑巴亏就过去了。所以从来中国的这些普通劳工的这种劳工权益的问题没有放在台面上，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资源平等和公平的这个议题好好讨论。尤其像杭州这样的地方，互联网公司是杭州政府要扶植的、要保护的企业。那么当出了这种资方和劳工的冲突的时候，外卖平台经常会采取一些非常非常不合理的手段。我们知道的是，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外卖员，他为了抗议平台的降低派单就罢工，而这种个人行为的罢工不但没有让这个平台恢复派单价，反而用高额补贴从其他城市拉了一批快递员过来对抗这个罢工。意思就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就是典型的向下的底层互害。而这种底层互害在中国会越来的越猖獗，越来的越令人担忧，因为所有的批评最后都没有向上，而是向下，变成了韭菜互害，没有人去治责镰刀。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杭州的快递员的苦，杭州快递员不能忍了，他们上街了。他们现在针对的是保安的抗议，警察出来了，警察尽量把快递员摁下来，不要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上街压下来，这个模式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所有的问题是不会真正解决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快递行业和快递骑手本身的苦难，我们也要改善对于苦难本身的描述，我们更要最后讨论中国到底有什么结构性的问题，造成这么多人如此的痛苦，如此的愤怒。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